校花的一句要做你的新娘，便让你跪舔了整整7年，最终却只换来冷冰冰的拒绝。而今你决定不再做舔狗，因为你遇到了生命中那个更好的女孩。她不但不会因你迟到而生气，为了跟你见面，就算在雨中一直等你，她也心甘情愿。可是校花知道以后立即后悔了，连夜跑到你的宿舍楼下。别赶我走了，求你了。此刻你手捧鲜花和秦梦雪相对而立。你追了我多久了？到今天刚好7年。是啊，都这么久了，你还没感觉出来我根本不喜欢你吗？我们还是接着当朋友吧。你再提这个，连朋友也没得做了。秦梦雪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去，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你有些绝望地低下头。是啊，喜欢了你7年，但以后不会了。你的室友江超和郑浩宇走了过来，更好的还在后面呢。兄弟，要不咱去整点？画面一转，小吃街边，一个发传单的女孩怯生生地走了过来。你好。她的声音很小，瞬间就被小吃街的嘈杂声淹没。你抬头看向她，缓缓将传单接下，女生礼貌地弯腰道谢，随后走到大街上继续重复刚才的举动。江超说道：“哎呀，这姑娘太老实了，换我扫色垃圾桶省事，反正又不会有人监督。”这时你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来电之人正是秦梦雪，你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，估计又是想让自己买什么东西吧。你很清楚，只要接通电话，就可以继续像以前那样待在他的身边。但是你真的厌倦了，挣扎许久之后，你最终还是挂断电话。听到2个室友正在讨论，刚刚那个女孩你给几分啊？我最多给5分，穿得太土了，而且刘海也很长。你下意识地看向不远处忙碌的身影，由于女孩看起来年纪不大，穿着非常朴素，显得跟那些花枝招展的同龄人格格不入。另一边，秦梦雪紧握电话，眉头紧皱。他凭什么不接？我之前也拒绝过他呀，怎么这次就不接我电话了？我要去问问他。说罢便顶着乱糟糟的头发出门了。就当闺蜜以为她开窍了的时候，秦梦雪又折返回来，气呼呼地坐在床上。明明是他的错，我才不要主动去找他呢。柳岩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走了上来。梦雪，你要是喜欢他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陈峰待你7年如一日，无论早晚，只要你一个电话随叫随到。他甚至还在你生理期给你做红糖水喝，除了他有哪个男生能做到？而且下一句柳岩心里想着，并没有说出口。你离不开他的。我才不喜欢他呢，以前不喜欢，以后也是。正当你们准备离开小吃街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声刺耳的怒吼。你是眼瞎吗？你转头就看到一个男生正朝着那个女孩大吼。与此同时，男生手里的滚烫汤汁也溅到了女孩手上。女孩被吓得直哆嗦，不但没有吱声，还低着头一个劲的道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女孩的眼眶已经湿润，却不敢让眼泪掉下来。见状，你走上前去，一把将女孩拉到身后，狠声说道：“都不是人家给你碰掉的，你这样是不是过分了？对方和你同龄，还有2个男生跟随。”他怒视着你开口：“关你什么事？想打架就直说。”此时有不少看热闹的人聚了过来，你不慌不忙地指了指角落的监控：“同学，这附近全是监控，还有这么多人录着像呢。真要打的话，我们4个你们3个，吃亏的肯定是你们。”见你神态如此淡然，几个男生对视一眼就灰溜溜地走了。此刻身后的少女正呆呆地望着你，她缓缓走过来，支支吾吾道：“谢谢你。”你看了看女孩已经泛红的手，赶紧拿凉水冲一下，然后去买点烫伤药抹上。好的。你又补充道：“下次再遇到这种事，别再像受气包一样，该怼就怼，你又不欠别人什么。”女孩用力的点点头便离开了。郑浩宇对你说道：“哥们，你刚才好帅，要是秦梦雪看到肯定会爱上你的。”你无奈的朝他耸了耸肩：“你们是来陪我喝8加9的，还是在伤口上撒盐的？”画面一转，你们一直喝到晚上10点。江超看了一眼手机，这个点宿舍都关门了，要不去网吧？郑浩宇赞同的点点头：“你们去吧，今晚我要回趟家。”都说喝8加9能忘掉烦心事，但是你却越来越清醒，越来越失落。郑浩宇拍拍你的肩膀：“早点睡吧，哥们。”2分钟过后，江超收到一条短信，他转头望了望，并没有看见你的身影，于是给秦梦雪回复：“你早点问，也许还来得及。现在晚了，陈峰的好迟早会有别的女孩发现。”发完就将秦梦雪拉黑了。然而此刻的你并没有回家，只是漫无目的的闲逛，不知不觉来到了你和秦梦雪常来的公园。看着随处可见的回忆，你苦涩的勾了勾唇，恍惚间你看到不远处有一个陌生而又有些熟悉的身影，是刚才发传单的那个女孩。只见她正坐在长椅上悄悄地抹眼泪。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家？女孩被你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，看到是你，她稍微松了口气，连忙低下头把眼泪擦干。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在这待会儿。你抹烫伤药了吗？没有。你怎么回事啊？烫伤不处理会很麻烦的，等我一会儿。说罢你跑着离开。几分钟过后，你拿着袋子赶了回来，只见少女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等你。你蹲下身，拿出药膏指着她的伤处示意她涂上，结果她只是把手伸出来就不动了。你心里暗自吐槽，这人说一下动一下，那也不知道还嘴，怎么憨不拉几的。于是拉起她的手亲自给她涂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你看到被烫的地方已经红了一大片，甚至有些起皮了。你为什么不去买药？听到你的厉声责备，女孩低着头不敢看你。当时工作没做完，而且买药还要花很多钱。你有些无语，默默地把药膏涂到她的手上。药膏还有很多，记得要勤涂抹。叮嘱完以后，看见女孩正愣愣地看着自己，你莫名地笑了一笑。突然一道风吹乱了她的头发，只露出她的眼睛，看上去那是般清澈与纯净。你默默地与她对视着。此刻周围所有的嘈杂声都消失了，全世界也好像安静了下来。1分钟过后，女孩缓过神来。那
那个不要再看了好不好？你尴尬的站起身来，拿出手机看到了屏幕上的未接来电。秦梦雪，你觉得我还会再主动找你吗？你苦笑了一下，便将那条未接来电删除，然后缓缓开口：我家就在这附近，这个点我不回学校了，先送你回去吧。女孩点了点头，你们二人便一同往回走。我叫陈峰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夏薇薇。女孩仍然不敢直视你，只是低着头偷偷看着你的影子。这一刻，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他应该没发现我在看他吧？谢谢你帮我买的药，我把钱还你。说完，她从兜里拿出手机，轻按了2下。抱歉啊，没电了。女孩怕你不信，又将手机递到你眼前，你没忍住笑出声来。你好像有点憨啊！你双手一摊，这样很便宜的，不用了。女孩不好意思地垂下头，认真地说道：其实我还是挺聪明的。你们走到公交站后，女孩怯生生地看向你。我就在这里等车，驾车很快就能到家的。你每天都要走这么远路折腾自己吗？偏一点的房子租金会便宜些。你还想说些什么？只见公交车已经开了过来。谢谢。夏薇薇轻声说着便上了车，等坐下来她才反应过来，刚才忘了说让你去店里找她的，要钱还没来得及给你呢，于是焦急地拍打着车窗。一定要记得来找我啊！你看着女孩有些好笑的样子，摆了摆手。到家已经快1点了，你正准备扔掉和秦梦雪有关的所有东西时，意外发现一个不起眼的手串，没想到自己还一直留着这东西呢，然后便随手将手串放回到抽屉里。另一边，夏薇薇也回到了家里，她躺在床上，想着今天发生的一切，缓缓睡去。恍惚间，她梦到了一个山村来的小女孩，红着眼站在公园的沙地里，默默地看着其他孩子玩耍。一个小男孩突然走了过来，你为什么不开心？因为爸爸得了治不好的病。小女孩十分委屈地说着，男孩默默地点头，指着远处吹泡泡机的孩子说道：你想不想玩？只要按一下，就能飞出很多很多的泡泡。我家穷，买不起这个。小男孩笑了笑，幸亏我有2个，咱俩一人一个。说着便将手里的泡泡机塞到他手上。见女孩不信，男孩又笑着赶紧补充，另一个比这个还好呢，我放家里了，省得被他们给我玩坏了。女孩揉了揉发红的眼睛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炎龙侠。说着便将兜里的糖全部塞给了他，以后难过的时候吃颗糖就好了。女孩开心地接过糖果，随后拿出一个手串，给你这个，妈妈说不能白拿别人的东西。男孩刚想问女孩的名字，就在这时女孩从梦中醒来，我又梦到她了。夏薇薇之所以到这座城市上大学，就是希望可以再次遇到那个男孩。第2天下课的时候，一个女孩找到你，学长你好，我是林淼淼，是薇薇让我告诉你兼职不好请假，特意让我来问问你什么时候有空，她想亲自感谢你。闻言你愣了一下，原来她是我们学校的啊，要不你告诉她放学后在图书馆见面吧。下午放学时，你刚要走就被辅导员叫去办公室帮忙，看到那厚厚的一摞文件，你想打的心都有了。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，外面突然下起大雨，你抬头看向窗外，夏薇薇应该不会再等我了吧？不知过了多久，你终于搞完了这些文件，跟辅导员告了别，一溜烟跑了。可路过图书馆时，你突然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，夏薇薇居然还在那里等着自己。少女怯生生地站在那里，衣服早已被雨水浸透。见状，你心情复杂地走了过去，你怎么还在等我？抱歉，我被辅导员叫去帮忙了。闻言，女孩缓缓抬起头，因为你说过啊，要我在这里等你。你紧皱眉头，雨这么大还这么冷，你完全不用一直等我的。却见夏薇薇眼神坚定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想多等一会儿。闻言，你心中五味杂陈，欣喜的同时又有些愧疚，但更多的则是心疼。怎么会有这么傻的姑娘？你可以在里面等我啊。女孩低头揉了揉衣角，可是我怕你看不到我。你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愣在那里。原来不是所有人都像秦梦雪那样，哪怕我迟到半分钟都会转身走人。你温柔地看向女孩，真是个傻瓜。我不傻的。女孩红着脸低下了头，她在心里说着，你不也是冒雨来了吗？你无奈地摸摸头，这还不傻呢，估计就算把你卖掉，你还帮我数钱呢。女孩摇了摇头，你才不是那种人呐，你是个好人，当时你帮我赶走坏人，还帮我买药。你暗自发笑，不准再谢我了。那我请你吃饭。只见女孩反复搓着衣角，你不忍心再拒绝对方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要好好宰你一顿了。食堂的人有些多，你拉着女孩向前挤，可夏薇薇却一点也不着急，越慢越好，这样就能跟你多待一会了。挤了半天，你终于放弃了。这里人多又不好吃，咱们还是去外面吃吧。夏薇薇轻轻点头。可是外面还在下雨啊。你给好兄弟江超打个电话，一会功夫他就把伞送了过来。你愣了一下，怎么就一把？江超幽怨地瞥了你一眼，另一把突然坏了。说完扬长而去。不久后，你们来到校外的老街上，要不我们就在这里吃吧。夏薇薇抬头看到一家很豪华的火锅店，她心里想着，钱还可以再赚，人情必须得还，于是一横心，咬咬牙看向你。行，我们就在这里吃。他的表情实在太可爱了。你敲了敲他的脑袋，指着旁边的面馆说，我们是去这家大中午的谁吃火锅呀？你们要了2碗面，一共24块。你没抢着付款，默默地看他扫码。坐到桌边，你为什么都做兼职了还这样节省？烫伤了都不舍得买药。闻言，夏薇薇的神情暗了下来。因为妈妈做手术还需要很多钱。你心疼地看着他，绕开了这个话题。那个林淼淼是你的朋友吗？见对方点头，旋即你又开口，那我们算朋友吗？夏薇薇先是一愣，然后眨着眼睛看着你。
可以吗？当然。谢谢，之前我就只有他这一个朋友。随即你将手机摆到女孩面前，既然都是朋友了，那就加个联系方式，有空一起吃饭。你看着夏薇薇的头像突然愣了一下，你为什么要用泡泡机当头像呢？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。我也买过这款，还挺贵的。以前我把它送人后回家还被我妈揍了一顿呢。你在干什么？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，你转身望去，说话的正是秦梦雪。只见她正一脸愤怒地瞪着你，因为食堂人多，她也到这里来吃饭，没想到远远的看到你和别的女孩子一起，她心里气愤极了。她的温柔从来都只属于我。你漫不经心地说道，如你所见有什么问题？你不是喜欢我吗？为什么还跟其他女生吃饭？难道这就是你嘴里的喜欢？面对秦梦雪的夺命三连问，你十分平静，语气冰冷地对她说道，我是喜欢你没错，但是你要我2选1作答，要么继续当舔狗，要么连朋友都没得做。如你所愿，我选择了后者。到了夜里，你躺在床上看着秦梦雪曾经的表演，见她致辞时从头到尾感谢的人里都没有你，你不禁苦笑，随手将视频拖进了回收站，同时你和她的回忆也一并删除。这时夏薇薇给你发来一条消息，2秒说你明天肯定还会过来，是真的吗？你看了半天的正在输入中再次发来，那上午的时候可不可以早点来？你决定逗一逗这个憨憨，这么想见我。这次则是整整10分钟的正在输入中，正当你快睡着时，又传来了消息声，女孩用10分钟打出这一个字。你揉了揉眼睛看着这条消息，感觉像被一只小白兔咬了一口。今夜注定是一个失眠夜。次日一早，你盯着黑眼圈来到话剧社，本以为夏薇薇会提前到，不料等了半个多小时也不见人。当你正要离开的时候，看见远处那抹熟悉的身影，正提着饭盒缓缓过来。我给你煮了粥，所以来得晚了些。女孩紧张地低着头扭捏地说着，你下意识地接过饭盒，看着女孩的黑眼圈暗暗发笑。见你并未嫌弃，夏薇薇松了一口气，过了一小会儿才缓缓开口，你胃不好，肯定不爱吃早饭，所以我就给你煮了点粥。说完又低下头，你要是喜欢，我有空就给你带。看你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夏薇薇心里的大石总算落下。她试探地问你，你没有睡好吗？你猜猜是因为谁？说罢，你们都默契的没有再继续往下说。片刻之后，夏薇薇终于被你看得受不了，你一直看我干嘛呀？别动啊！我说别动。女孩被你看得面红耳赤，略带哭腔地说道，你在干嘛呀？我在想怎么报答你啊！你为什么要报答我啊？你若有所思地望着远处，因为我想和你成为很好的朋友。听了你的话，少女红着脸跑开了，只留下一句，坚持要迟到了。那你还回来吗？回来。好，我等你。傍晚时分，你搬起音响，正准备跟随大部队回去。夏薇薇晃悠悠地站在你身前，发传单很辛苦吧？还好，也就今天累一点。为了能早点回来见你，她今天一直在拼命发传单。能不能给我讲讲你家里的事情？女孩顿了顿，在我小时候，爸爸就去世了，后来妈妈也双腿瘫痪，虽然不一定能治好，但我并不想放弃。夏薇薇，你相信奇迹吗？少女的眼神变得落寞起来。不相信，至少不可能发生在我这里。是有可能的，你无比认真地说道。比如有个人突然闯进了你的生活里，甚至愿意陪你一起承担这一切。说罢，你抱着吉他坐到女孩身边。你想听什么？我会的可不少。林淼淼突然出现，我也要听。闻言，你胡乱拨起了琴弦，听得林淼淼直皱眉。就你这水平还不如我。说完便无趣地离开了。你转头朝夏薇薇笑了一下，碍事的人终于走了。听好，我只弹给你听。少女的心微微一颤，莫名的有些喜悦。原来她也可以被人照顾，被人疼爱。很快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夏薇薇的头也低得越来越深。突然，你用手扶着她的下巴，轻轻地把她的头抬了起来，让她看向自己，单独给你唱的。你一直低着头可不行。几首歌唱完，天也彻底黑了下来，围观的人已经全部散去。夏薇薇脸颊有些发烫。就在女孩思绪乱飘时，你柔声说道，我当了7年舔狗，最大的感受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夏薇薇有些疑惑地看着你，无论什么一旦被别人瞧不起，你就彻底没戏唱了。你现在还可以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可毕业以后呢？所以不管什么时候，你都要学着昂首挺胸。说完，你柔和地看向他，我希望你能鼓起勇气支持别人。我想变成那样。你一定可以的。真的吗？你没有说话，犹豫片刻之后，你缓缓伸出手，轻轻拨开他的刘海，看着他的眼睛，如同那晚你们第一次见面。我知道你很辛苦的，但是一定要抬头挺胸坚持下去。如果累了就回头看看，我就在你身后。听到你的话，夏薇薇瞬间正在那里，她红着眼眶用力捏着衣角，不让眼泪掉落。她愿意相信你的话，也开始愿意相信未来了。看到女孩的样子，你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如果这样就会很感动，自己早就追到秦梦雪了。夏薇薇有些不确定，再次问道：真的吗？当然了。说着，你伸出手和女孩拉钩，我会一直看着你的，所以你可不能辜负我的期待。另一边，秦梦雪被众人簇拥着路过操场，循声望去，正好看到你在跟别的女孩弹唱，不由得双手握紧。她明明是为了我才学的吉他，坐在她身边的应该是我才对。以前每次想听什么，她都会第一时间学会弹给我听，但是现在她开始弹给别人听。如果说上次遇到你们吃饭只是让她不舒服，这次则是你要被别人抢走的真的危机感。自从上次拒绝你以后，就再也没有收到你的信息。秦梦雪回到家后，看着冷清的家里，一种空虚感油然而生。她抱着双腿蜷缩在沙发上，心里一片茫然。要是以前，你会带她去吃东西、去看电
电影去公园散心，为什么现在连朋友都做不成了？想到你现在可能还和那个女生一起，秦梦雪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。秦梦雪，你会后悔的。闺蜜的话一直回荡在她耳边，少女的视线变得无比模糊，她发现自己好像错了。另一边，你望着窗外的雷阵雨，回忆起来小时候你冒雨找到离家出走的秦梦雪的情景。那时候你单纯的以为会和她一直好下去，没想到后来她变了。现在你也惊讶于自己的绝情，喜欢了秦梦雪这么久，见她哭泣却能无动于衷。但是你也想明白了，这些年你在付出中一直被冷落，心也慢慢撕了。过了一阵子，林淼淼这天拿着演出服来找你，正好看到夏薇薇靠在你肩上，你看着沉睡的女孩，对林淼淼比了个虚的手势。每天连轴转的上学和兼职，给女孩累得不轻啊。林淼淼放下服装，白了你一眼，便赶紧离开。半小时后，你见快到兼职时间了，便微微动了下胳膊，柔声问道：“你是不是该去兼职了？”今天不去。女孩半梦半醒，似乎感觉枕头不听话，又往枕头上靠了靠，还拿脸颊轻轻地蹭了蹭。你不自觉地咽了口唾。为什么？那家店不需要发传单了，新的工作还没找好。看着闭眼说话的女孩，你的嘴角微微勾起。那正好今天休息一下。女孩轻声地回应着，又像小猫一样蹭了蹭你的肩膀。下一秒，她猛然意识到哪里不对劲，一下子就蹦了起来。秦梦雪被你的话严重刺激到了，泪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。行啊，你开心就好，以后不管你跟哪个女生吃饭，我都无所谓。说着，她揉了揉眼睛。既然你不接我的电话，那以后休想我再搭理你。你冰冷地看着眼前的女孩，所以你来指责我的理由是什么呢？我们既然连朋友都不是，你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点？秦梦雪突然觉得你很陌生，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秦梦雪，难道你忘了？以前的我卑微的像条狗一样一直讨好你，为了和你吃饭，晚上我等了3个多小时也不见你的踪影，打给你你却说忘记了。现在我什么都不想了，只想离你远远的。闻言，秦梦雪的情绪彻底失控，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冲出了面馆。旁边的夏薇薇一言不发的低头待在那里，刚才的场面似乎超出了她的认知。此时你心情有些复杂，这还是你第一次见到秦梦雪哭。片刻之后，你深吸一口气，对着夏薇薇自嘲般的笑道：“刚刚那个是我追了整整7年的女孩，即便从未得到过任何回应，可我还是追了她7年，是不是很蠢？”不料夏薇薇一个劲的摇头，然后递给你一颗糖。你好奇的看着她，为什么给我这个？因为我不想你难过。女孩声音很轻，以前有人跟我说过，难过的时候吃颗糖就好了。你待在那里，果糖在你口中一点一点的融化，冰凉的心也在一点一点的炽热起来。许久之后，你才缓过神来。等下去呢，我送你。少女揉了揉衣角，不用了，我要去兼职的，很远的。说完又低下头偷偷看着你的影子。兼职也可以送啊，我下午又没什么事。夏薇薇刚想拒绝，但看到你冰冷的眼神，连忙乖巧的点头。路过一个浅水洼时，你故意踩在上面，只见身前的女孩仍然老实走着，也不懂你不禁嘴角上扬了一下。夏薇薇，你真的好傻呀。我不傻的。画面一转，你刚回到宿舍门口，室友们便纷纷就围了上来。兄弟，你和那个妹子有没有搞头？够可以的，中午吃饭到现在才回来，你终究敌不过他们的亲切关怀，只能选择上床睡觉。你下意识的想给秦梦雪发消息，不料看到那个泡泡机头像的信息，晚上好。你正犹豫要不要回复时，消息已被撤回。你有些懵逼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另一边，夏薇薇看着空白聊天框发呆，不知道该怎么跟你打招呼，纠结了许久，她终于鼓起勇气给你发了晚上好。瞬间她脸得热乎乎的，心跳也加快了许多，然后手忙脚乱的将消息赶紧撤回。她应该看不到吧？千万别回我啊！夏薇薇突然想起白天那个高贵漂亮的女孩，可自己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不由得感叹，她长得这么好看，性格还这么好，应该不缺聊天的人。平复好心情以后，夏薇薇准备给妈妈洗脚。自从父亲去世以后，母亲的腿也慢慢失去知觉，她不得不一边兼职一边照顾母亲。收拾完一切已是深夜，夏薇薇无力地躺到床上，盯着你发来的信息看了很久。早点休息，烫伤的地方记得抹药。红着脸扬起了嘴角。几天后，秦梦雪正在帮忙排练校庆节目，一个学妹走了过来，孟学姐，能帮忙想想办法吗？我们要的道具和音响还没到，我想想办法吧。她口里虽然答应着，但实际上对这些事情一窍不通，因为一直都是你在帮她做。正当秦梦雪手足无措的时候，你突然出现在了教室，手里拿的正是需要的音响道具。此时你们虽然注意到了对方，但是并没有说话。你跟几个小学妹叮嘱了一下便离开了。看着你离去的背影，秦梦雪微张着小嘴，她本以为你是来跟她道歉的，不料却跟她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柳岩看出了她的心思，急忙安慰。她刚进来第一眼看的就是你，你要是对她还有感情，现在低头还来得及。不可能，要道歉的人应该是她，自己从小到大就没低过头。另一边，你刚走到操场就被林淼淼拉住，你有些莫名其妙，你谁啊？我是林淼淼啊，我们话剧社正在准备节目，你要来看看吗？随后林淼淼将你拉到会场，你一眼看见前方的夏薇薇正一脸认真的帮忙布置，于是阴阳了林淼淼，她对你可真好，兼职那么忙还抽空来帮你。林淼淼露出一抹笑容，完事我要请她吃大餐的。随后你坐在一边静静的看着，这个傻姑娘什么时候才能发现自己？夏薇薇终于看见你和林淼淼，不好意思的走了过来。林淼淼突然小声道，希望你比我做的比我好，咱俩可是她为数不多的朋友。你将目光转向夏薇薇，你是属牛的吗？怎么不知道谢谢呢？我不累的。话音刚落，你就注意到少女眼眶有些发红，你看了一眼有些愧疚的林淼淼，更加一头雾水，于是走到夏薇薇跟前，怎么了？对方却只是摇摇头，故作镇定的说了句没事呀。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你连这都不愿意告诉我。闻言，夏薇薇变得着急起来，闭口气全招了。因为中午吃饭钱花多了。
原来少女中午跟其他同学吃饭，怕丢了林淼淼面子，就莫名其妙花了80多，想到钱应该省下来给妈妈看病的，就十分自责。你觉得无奈又好笑，真是傻子啊，已经傻到没人可以超越了。闻言夏微微的头低得更深了，你笑了笑，那天你请我吃饭怎么没见你哭？女孩认真的抬头看着你不一样的。休息了一会，夏微微准备起身过去帮忙，你连忙阻止，歇着吧，我过去。很快你的身边围了一圈人，缺的道具或服装我去找朋友搞定，不需要你们自费。随后你指了指夏微微，又叮嘱道，要谢就谢那俩女生吧，她们一个劲的催我才过来的，见你跟谁都能说上话的样子，夏微微的心里对你多了几分崇拜，好厉害啊。折腾一会之后，夏微微连忙给你一瓶水，我是不是该过去帮忙了？不用，你拉住她的手臂，咱们已经帮大忙了，就算我们在这边歇着，他们还得感谢咱呢，你有这功夫不如帮我扇扇子。说完你眯起眼睛养神，不一会儿清凉的微风不断的吹到你脸上，夏微微真的给你扇起了扇子。转眼2个小时过去，你睁开眼睛看了看时间，再看向身边的女孩，夏微微正一边背单词一边给你扇风，看着流汗的她，你心里有些愧疚，一把夺过扇子给她扇了起来。你不嫌累啊？你不是说你也需要我吗？女孩的视线刚好和你对上，你感觉心都停跳了一拍。不用了，我不热的。老实待着。说着你迷糊的揉揉少女的脸，发现不对劲，立刻把手收了回来。夏微微也不再多说，她慢慢把眼睛闭上，开始感受着从未有过的温柔。少女的脸变得越来越红。半小时过后，你叫醒了夏微微，准备送她去兼职，因为举了半个小时的扇子，你觉得胳膊生疼。看着身旁的少女，你更加心疼起来。你看着女孩羞红脸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。你占我便宜？对不起。你佯装皱了皱眉，道个歉就完了，白嫖完我身子不负责是吧？夏微微更慌张了，跟 CPU 烧了似的，脑子根本转不起来。那你要我怎么负责啊？你玩味的看着他，你要是实在觉得对不起我，下次就让我倚着你肩膀睡觉吧。不行的，我们是朋友，不可以这样。可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，咱俩清清白白的怕什么？这话听得夏微微有点懵，连忙摇头。再清白的好朋友也不可以这样啊。见女孩的样子越来越搞笑，你一本正经的说道，好朋友之间互帮互助，你来我往的不是很正常吗？何况你总得还我一次啊。夏微微彻底懵了，委屈巴巴的，就一次。说着好奇的了瞥一眼椅子上的衣服，这是林淼淼送你的，要不要穿穿看？听后少女将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，等会儿还给他吧。随后又红着脸扭捏的补充，虽然是正经衣服，但还是觉得好奇怪。你忽然凑到她耳边，大不了你只给我一个人看。耳边突如其来的热气搞得女孩身子有些发软，夏微微脑袋瞬间成了一团浆糊，竟鬼使神差的微微点了点头。你默默跟在她身边，来到没有监控的教室，莫名两人有种在悄咪咪做坏事的感觉。明明衣服是正经衣服，人也是正经人。夏微微打开一点门缝朝你低语，你在门口看好啊。放心吧，你也不许进来。你表现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你不说我还真没想到。女孩把门一关，不再说话。10分钟后，夏微微还没好吗？哎，来了。女孩似乎察觉到了你的视线，悄悄扯了扯胸口位置，有点紧。你看着眼面前的女孩有些恍惚，上前一步轻轻拨开她的刘海，拍张照吧。夏微微吓得退后2步。啊，不要吧，不记录一下实在太可惜了。随后你将女孩放进相框认真拍了一张，我把照片发给你了。画面一转，舞蹈排练，秦梦雪坐在讲台边，翻起2人的聊天记录，发现每天嘘寒问暖的自始至终都是你一人。几年下来，她早已习惯。柳岩无奈的叹了口气，梦雪，你看到陈峰给别人弹吉他是什么感觉？很不舒服。柳岩摊了摊手，你再这样下去，到时候可以准备参加他的婚礼了。不行，他不能跟别的女生一起。秦梦雪突然失控的喊了一声，引得周围人回头看。过了许久，她声音有些颤抖，我对他真的很不好吗？柳岩思索了好一会儿，你欠他的。闻言，秦梦雪愣在那里一动不动，这还是你们头一次这么久没有见面。她突然很想念你。5一刚到家，母亲便将你拉到沙发，语重心长地说，小峰，趁你这几天在家，陪你妹妹好好找个家教。你愣了一下，我朋友最近正好在找兼职，要不让他试试。王小霞敲了一下你的头，你自己怎么不教？1小时赚几百块不香吗？你感到一阵无语，你女儿什么样子你还不知道？我怕我都活不到拿工资那天。臭小子，那就让你朋友来试试吧。说罢转身离去。随后你给夏微微打去电话，找到新工作了吗？找到了，在国贸那边发传单。挺好的。可是我好像还是没有进步。女孩声音闷闷的，昨天店长问我话，我都不敢说。你轻柔的说道，有我在呢，放宽心，慢慢来就好。此时少女压抑的心跟着明亮起来。到了第2天，你一早便给夏微微发去消息，下午几点下班？我找你有很重要的事。6点，到时候我来接你。中午过后，你和妹妹提前到国贸商场闲逛，一眼就看到卖奶茶的小雪人。你好，我要2杯手包葡萄。雪人并没有立刻回应，他顿了一会，才连忙把你的单号递了过来。看到你们离开时的亲密背影，雪人落寞的愣在那里。你看着雪人憨憨的样子，一下猜到了夏微微，不免心疼起来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你提前来到约好的地方。不一会儿，少女也怯生生地走了过来。你怎么每次都提前来呀？习惯了。你轻笑一声，佯装说道，我来之前一直在陪我妹逛商场，就是没碰到你。是吗？夏微微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可能刚好错过了，我也没看到你。看到少女的反应，你不自觉地勾了勾唇，这憨憨连撒谎都不会。随后少女紧张地说着，我给你买了奶茶，也不知道你喜不。没等她说完，你当即打断，非常喜欢。那就好。夏微微松了一口气，这还是她第一次给男生买奶茶。少女沉默了一会问道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我爸妈最近在给我妹找家教，我问下你有没有想法。女孩听完连忙摇头，我不合适的。你轻抚她的额头，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夏微微当即心安了不少，几秒之后缓缓开口，
我试试。这才对嘛！以后每个周末上2个晚上，1个小时300。闻言，夏薇薇跳了起来，太多了。然后小声嘀咕200行不行？你一脸无语的看着他，要不你免费？免费也可以，不过得挑我不兼职的时候。你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面前的少女，不再说话。过了一小会儿，你坐到她的身边，轻揉她的头，无奈地笑了笑。200就200吧。女孩紧闭双眼，点了点头。夏薇薇想起下午见到的那个女孩，越想越觉得自己应付不来。你那么厉害，为什么你自己不教她？你坏笑着看向他，我有那么厉害吗？女孩低着头。你人那么好，会的东西那么多，让人觉得很愿意找你帮忙。就在这时，林淼淼不合时宜的打来了电话，你直接挂断，没一会又响了，你看都没看，直接递给夏薇薇。林淼淼打来的，我去上个厕所。看着你离开的背影，女孩下意识的接听。喂。不料下一秒耳边响起陈峰，你妹说你扔下她自己跑出去了。随后电话里的声音顿了顿，你是哪位？夏薇薇赶紧捂住嘴，看了眼来电人，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。她不敢挂断电话，强忍下内心的忐忑，默默听着。听得到吗？电话那头传来柔和的声音。听得到。女孩终于从嘴里挤出几个字，你是？王小霞小心翼翼地问着。陈峰不在吗？少女深吸一口气，阿姨你好，我叫夏薇薇，是陈峰的朋友，他上厕所去了，还没回来。夏薇薇磕磕绊绊的终于说完，挂了电话，好一会没缓过来。你回来就看到少女眼眶发红，一脸委屈。咋了？女孩指了指手机，刚才的电话是你妈打来的。瞧你这出息，我还以为多大事。你突然顿了一下，啥？我妈？夏薇薇把刚才打电话的内容复述了一遍。你稍稍放下心，叮嘱道：“你先休息2天吧，刚好备课。”好。紧接着你一脸郑重，到时候就不用发传单了，省得我不在场的时候有人欺负你。夏薇薇听话的点点头，感觉心脏被重重的击打了一下，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。她第一次体会到被人记挂的幸福。5一的最后一天，夏薇薇如约来到你家上课。王小霞将夏薇薇拉到身边坐下，对女孩很是热情。一旁的你看的是一愣一愣的。2小时的课很快结束，你一脸好奇的看向挽着胳膊的两人，你俩什么时候关系变得这么好了？沉默白了你一眼，关你什么事？说完又依依不舍地抱着夏薇薇，姐姐，你要是被我哥欺负了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他对我很好的。跟家人告别以后，你便开车送夏薇薇回家。很快来到一栋老旧的楼房前，刚到就听到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：租期不是还有大半年吗？我腿脚实在不方便，您就通融一下吧。只见一个中年妇女正对着轮椅上的女人大吼大叫：让你闺女回来收拾东西，赶紧给我搬走。妈！夏薇薇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握住轮椅上那个女人的手。夏母看到我愣了一下，房东让我们赶紧搬走。闻言你上前一步，有合同吗？夏薇薇好似想到了什么，回屋将合同拿了出来。你看了一眼合同，又看向房东，按合同价的30%违约金付一下。你一个小孩懂什么？阿姨，我就是学这个的，等到期你们就给我搬出去，我租给谁也不给你们。对方见你一副不好惹的架势，甩下一句狠话便匆匆离开了。吃完饭出来已是晚上9点，你们2人在巷子里一前一后慢慢走着。夏薇薇有些奇怪，你为什么一直走得比我慢？这样你整个人都在我的视线里，遇到突发情况也不怕。说着你站在原地，就送到这里吧，快回去。夏薇薇一直等到你的背影消失不见，才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开。另一头，柳岩正开车送微醺的江超。最近陈峰是不是跟一个女生走得很近？怎么认识的？就在被你那个好闺蜜拒绝那天，那女生刚好也是我们学校的。一来二去，2人越走越近了。秦梦雪听着2人的对话，原本骄傲的眼眸中此刻尽是酸楚。她默默拿出手机看着聊天界面，你和她已经10几天没有互发消息了。少女深吸一口气，主动发出一条：我妈跟我说要回来，结果骗我，我真的好难过。女孩等了1个小时，她也没等到你的回复。秦梦雪眼眶发红，用过去聊天的口吻再次发出：你再不理我，我就告诉你妈。这次果然收到消息，咱们放过彼此，各自生活吧。紧接着他又收到一条消息：我真的累了，想忘掉你。秦梦雪看着这些无比冰冷的字，生生刺入自己的内心，她止不住的流着眼泪回忆了很多。这一刻，她真的后悔了。1个小时后，你呆呆的看着秦梦雪最后发的晚安，无奈的苦笑。等我死心了，你倒开始主动了，还是放过我吧。说完，眼睛越来越模糊。这时夏薇薇发来消息：我感觉你喝粥快喝腻了，就给你包了包子，以后吃腻了就告诉我，早饭不能不吃。你释然的笑了一下。校庆日到了，你见夏薇薇情绪低落的捏着手指，连忙凑到她身旁：小傻瓜，为啥不开心啊？女孩声音有些低沉。校庆日名额预定完了，咱们说好一起看的。我都没当回事。这时林淼淼走了过来，你要不去问问同学，看看有没有不想去的人。你瞥了他一眼，心想我爸就在这教书，我用得着去得罪人吗？于是对林淼淼说道：用不着这么麻烦，去找辅导员商量一下就行了。很快你来到辅导员办公室，老师好。你这打扮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学生呢。辅导员白了你一眼，正要给你写假条，你有些无语，连忙解释我不是来请假的，能不能给我加一个晚会名额？我也想去看看。辅导员顿了顿，朝你露出奇怪的笑容，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会去，这事好说。辅导员说着看了一眼节目名单，又抬眼看了看门外的夏薇薇和林淼淼。陈峰，你可得当个专一的人啊。谢过辅导员之后，你一头雾水地走出办公室。林淼淼连忙迎了上来，怎么样，解决了？那你愁眉苦脸的干嘛？你看着林淼淼佯装思考，我得跟你保持距离，省得别人误会我脚踏2条船。闻言，夏薇薇似懂非懂地低下头。画面一转，礼堂里人山人海，你们赶紧找座位坐好。转头就看到江超和柳岩在你旁边。夏薇薇身体当即震了一下，正当大家都看得专注的时候，江超一边拍你一边嘀咕：陈峰，你看秦梦雪。只见秦梦雪在人群中格外耀眼，你和夏薇薇听到这个名字都愣了一下，你心里嘀咕：辅导员原来是这个意思啊。转而看向旁边的少女，给她一个无比温柔的笑容。不知什么时候沉默坐到了夏薇薇旁边，得益于沉默的古灵精怪，尴尬的气氛缓和了不少。他戳了戳夏薇薇
的胳膊，姐姐放心好了，虽然我很喜欢孟雪姐，但是我现在最喜欢你。夏薇薇反应总是憨憨的，竟然没听懂沉默的话。到了采访环节，你只顾刷手机，突然听到台上的秦梦雪声音拉得很长，然后我要感谢。10秒之后，女孩缓缓说出陈峰2个字，你不自觉的身子微顿，只见秦梦雪无比俊俏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苦涩。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在我身边帮我，我居然把你的好当成理所当然，真的对不起。周围越来越寂静，她紧张的接着说道，我希望将来毕业晚会时还能看到你在我身边。说完，她深深的鞠了一躬，随后礼堂闹哄了起来。他妈的，这是我女神啊！陈峰是谁？晚上别睡太死。柳岩一脸焦急的看向你，他这样会不会挨处分？不料你异常的平静道，往年还有冲到舞台表白的人呢，不也没挨处分？何况你不知道他爹是谁？说完，你毫不在意的看向夏薇薇，结束了，咱们走吧。另一边，秦梦雪刚到后台就被柳岩抓住肩膀，梦雪你疯了，会被发到网上的。我不仅没疯，甚至觉得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清醒。说完，他一边抹眼泪一边面带微笑，他看到的还是我最好看的样子，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。走出会场，陈默趁你不注意拉着夏薇薇就要跑路，女孩憨憨的看着你有些着急，你挥手示意他俩先走，转而看向江超，车借我一下，我送他回家。江超递给你钥匙玩笑道，我还以为你会感动哭呢，你咋想的？如果你在我这个位置就应该知道，几句道歉一点用都没有。你来到校门口，就看到陈默正拉着夏薇薇吃东西，随即吐槽了一句，你要是喜欢考到这里来不就完了？每天晚上一条街都是好吃的。旋即你戳了戳夏薇薇的额头，我送你回家。陈默依依不舍地看着你们离开。就在这时，你的手机响了，看着陌生号码你接了起来，只听手机那头传来，你最近是不是跟孟雪闹别扭了？闹了点小矛盾。秦府轻叹一声，你们年轻人之间有摩擦很正常，记得多沟通，有你在他身边我放心。你客客气气的挂了电话才松了口气，不料又一通电话打来，你一脸无语的看向陈默，咱吧。陈广林直接开门见山，你跟孟雪咋回事？小矛盾，刚跟秦叔解释了。陈广林似乎还不放心，你要是敢欺负他，我先打断你的腿。你一边说着一边帮夏薇薇系安全带，我还得送夏薇薇回家呢，先挂了，跟我妈说一声。一路上二人的话都很少，你时不时看一下情绪低落的夏薇薇，咱们还是不是最好的朋友？是呀。那你的关东煮为什么不给我吃？闻言夏薇薇连忙双手奉上，对不起，我走神忘记了。你喂我吃好不好？我开车不方便。然后你就负责任的张嘴吃了一路。下车后，夏薇薇独自走在昏暗的巷子里，女孩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缓慢的走着。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离不开你了。你的声音突然打破小巷的寂静。夏薇薇抬起头来，我说会一直在你身后，就是会。你站在巷口远远看着女孩，直到对方的身影消失才转身离开。刚准备回到车里，天空就下起了小雨。你回想起秦梦雪道歉的情景，当时你的心确实乱了。然而下一秒你暗下决心，既然闯进这个憨憨的生活，就要负责到底。以前的事情就让它随风去吧。这时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你快回去，别淋雨啊！我在车里怎么淋雨？你是不是傻？你又想骗我？我看到你没走。随即你眯着眼看向远处，果然看到女孩探出来的小脑袋，你忍不住笑了，于是启动了发动机。想到刚刚被投喂的场面，你不自觉地勾了勾唇。然而你刚回到宿舍，江超就发来了消息，下来一趟，很急。凭着一贯的直觉自少事大，你没多问便转身下楼。可到了楼下，你并没见到江超，看到的却是那抹熟悉的身影。你瞳孔一震，当即明白了怎么回事，这 BYD 一定是被他女朋友策反了。女孩来到你面前浅浅一笑，江超喝多了，柳岩把他接走了。你疑惑地看着秦梦雪，柳岩刚好找到机会就陪你玩了这出，我们还是那么有默契。你并没有接话。秦梦雪看到你无比冷漠的样子，心里又慌又怕。沉默了一会，她终于鼓起勇气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我只是不想再喜欢你了。说完，女孩红着眼眶愣在那里。过了许久，她才缓缓开口，声音有些颤抖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，求你把原本属于我的爱还给我，好不好？你瞪大了双眼，这还是你从小到大第一次见秦梦雪如此降低身段求人，但你仍然冷冷地注视着她。我从来没后悔过自己的付出，我以前真的非常喜欢你，哪怕到现在我都不想让你伤心，但是我对你的喜欢早就被你弄得千疮百孔了，所以即便那天你接受了，我们也回不到从前。说罢，她自嘲般的笑了，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滑落。第二天中午，你被夏薇薇的电话吵醒，淼淼问我们晚上去不去话剧社的庆功宴，你想去吗？电话那头陷入一片沉默，你别不好意思拒绝，咱俩不是主角，去不去都行的。随即你又追问了一句，你想去吗？夏薇薇顿了一下，缓缓开口，不想。接着她又急促地说道，还有一件事。啥？我请你吃饭呀。女孩虽然声音很小，甚至有些发颤，但是你还是听得很清楚。喂，你在听吗？你帮我找工作，我还一直没谢过你呢。你这才缓过神来。两人定好碰面时间后，你继续沉睡，哪知道夏薇薇又打了过来。淼淼说她把庆功宴推到明天了，今晚要单独请我们两个吃。好，晚上你们吃完饭出来。你和夏薇薇正往停车的地方走，林淼淼冲你挥手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件事。你要说什么？你可想好了？你看着远处的夏薇薇继续开口，你是要说我再不离开她，她就离不开我了？林淼淼捏了捏后颈，她已经离不开你了。她偷偷看你的时候，眼睛里有光啊。你有些无语的看了面前的林淼淼，你放心吧，我永远不会离开她的。说完，林淼淼坐上网约车先行离开，你也回到车里。淼淼，她有啥事吗？夏薇薇突然问道。你实话实说，她让我不要离开你。紧接女孩又深深低下头，脸上的红色肉眼可见的传到后颈。你会离开我吗？夏薇薇还是忍不住的问道。你会赶我走吗？我怎么可能赶你走呢？你一本正经的看了女孩一眼，那我就不会离开你。最近几天你总感觉夏薇薇有点奇怪，最近是不是胃口不好？天热。你好笑的看着她，这么严重的黑眼圈也是因为天热。你本想刨根问底，只见夏薇薇抬头看着你，眼眶有些湿润。
以后再告诉你好不好？随即你笑了一下，不再说话。1分钟过后，女孩再次扭捏的开口：因为最近比较累，我想早点实现梦想。你呆呆的愣住，不清楚夏薇薇现在是啥情况。吃完饭后，你带着女孩来到一座凉亭，刚坐下你就用力的戳了戳她的脸。劳逸结合不好吗？你这样会累坏的。见女孩一副认真接受批评的样子，你清了清嗓子：夏薇薇同学，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？女孩很是配合的点了点头，怯生生的说道：我知道错了，陈老师。你深吸一口气，面前的女孩太不对劲了，你先在这趴着睡会吧，到时间我叫你起来。夏薇薇可能确实太累了，仅仅几秒钟便已沉沉的睡去。她看了一会儿熟睡中的女孩，随后也慢慢闭上双眼。时间快到的时候，你轻轻捏了捏女孩的脸颊，起床吧，我送你。女孩揉揉眼睛，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不行的，你要上课。你这才想起下午有课，于是看着女孩耸了耸肩，听我的，把今天的钱拿到就别干了，我帮你去找需要家教的学生。夏薇薇轻轻地哦了一声，声音里带着些不自信。她其实这2天有去应聘家教，无一例外全都被礼貌拒绝了。感受到少女的情绪波动，你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别紧张，相信自己，我会一直支持你的。说罢，一股暖流涌上少女心头。你总感觉夏薇薇今天有些奇怪，关切地问她，你没有哪里不舒服吧？没有。你看着女孩捏手指的紧张样子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夏薇薇去兼职之后，你也老老实实地回到教室，刚坐下你就听到李思年跟江超窃窃私语，自己追个妹子怎么兄弟们都百般阻挠。江超不服气了，哥们年轻时都是妹子们排着队到追我。你点点头，柳岩你听到没有？坐在前面的女孩并没有回头，只说了3个字，听到了。江超愣在原地，其他3人笑得跟傻子一样。这时你缓过神来，看到夏母发来的消息，陈峰，我是你肖阿姨，微微在兼职的地方晕倒了。你立马反应过来，随即突然站了起来，老师，我肚子疼。全班同学呆呆地望着你，短暂的沉默之后，老师轻轻点头。下一秒你直接奔往医院，只见夏薇薇正打着点滴，闭着眼睛躺在病床上。林淼淼站在门口抹着眼泪，微微她低血糖。你猛地一怔，低血糖又没那么严重。你哭哭唧唧的，差点给我吓死。看着病床上的夏薇薇，你给夏母拨去了电话，阿姨，只是低血糖，您不用担心，我和林淼淼都在这，晚点再去接您。说完你挂了电话，转身碰上夏薇薇的视线，有种难以言说的感觉，随后缓缓坐到她身边。女孩不好意思的低着头，对不起。你戳了戳夏薇薇的额头，柔声批评，以后还听不听我的话？听。如果没人发现，大脑缺氧那么久，不该也会变成傻子的。少女没再多说什么，老老实实的低着头静静听着，直到她悄悄看到你微微扬起的嘴角，这才放下心来。你俩能不能晚点再伤害我？林淼淼突然没好气的说道，随后关切的拉起夏薇薇的手，你想不想吃东西？我去给你买。女孩只是轻轻的摇了摇头，你一边把吊瓶的速度调慢，一边对林淼淼说道，你去给她买点面包啥的，让她先稍微吃点。关门声过后，病房里顿时就安静了下来。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还好，就是没什么力气。林淼淼刚才在外面都急哭了，不管你多想努力，为了我们这些关心你的人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才对。说着你给女孩剥颗糖，像哄小孩一样递过去，来，张嘴。我自己吃好不好？夏薇薇委屈巴巴的恳求道。你故意朝门口看了一眼，没事的，反正没人看得见。你在墨迹小心被林淼淼逮个正着。你刚转过视线，指尖便传来柔软而湿润的触感，你不禁咽了口唾沫。床上的女孩紧张的满脸通红，侧着身不敢看自己，她不停地调整急促的呼吸，一定不能被她听到。你很是满意，不错不错，等下再奖励你一个。不要了。说完，夏薇薇静静躺了下去，把头侧到书页的那边，半个头都埋进被子里，不再理我。我轻笑了一下，将手机递给女孩，跟你妈妈打个视频吧，让她放心点。好。夏薇薇直了直身子，缓缓接过，不料下一刻，密码是什么呀？你生日。说罢，你默默走到窗边，女孩愣了好一会儿，才低头点开屏幕，偷偷抬头望了望你的背影。10分钟过后，夏薇薇怯生生的嘟囔，我妈让我好好谢谢你。我听到了。你板着脸说道，我随便听听就行了，反正你也不是会道谢的那种人。我为啥不是呀？女孩瞪大双眼看着你，你佯装伤心的叹了口气，我刚才亲自喂你吃糖，你都没谢我。那谢谢你。女孩委屈巴巴地将手机递了过来，趁你不注意，偷偷将吊瓶速度调了回去。我回来了。林淼淼忽然推开门，大声喊道，可看到2人无声对视的样子，立马退了出去。过了几秒，门被重新打开。我回来了，说着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坐到床边，扒拉起手里的购物袋。一道电话声突然响起，林淼淼接完电话回来，拉着夏薇薇的手说道，我爸妈来看我了，我得过去，对不起啊。随即又郑重地交代，薇薇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不管他说什么你都不要上当，知道吗？林淼淼说罢匆忙离开，房间再次安静下来。你这才反应过来，大晚上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。你看着夏薇薇紧张的样子，柔声说道，等下我点碗粥让外卖送过来，不老实吃完你会后悔的。我知道了。1分钟过后，夏薇薇小声地喊着你的名字，陈峰。怎么了？我不想住医院，我们回去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夏薇薇双手紧紧抓住被子，每当察觉到空气中消毒水的味道，少女就会想起当年一脸无助的母亲，还有当初爸爸无可奈何的样子。过了许久才开口说道，我讨厌这里。你摸着女孩的脑袋顿了顿，等下你乖乖吃饭，然后好好休息，明天我们就走。你轻柔的动作让少女安心不少。
夏薇薇重重的点头答应。画面一转，你满意的看着熟睡中的女孩，然后继续低头看手机，看着看着手机自动关机。完了，来得太急没带充电器。你走到夏薇薇身边，小声说道：“手机借我用一下，我拿去找个租充电宝的地方。”女孩迷迷糊糊的用脸蹭着你的手。好，你手机密码是啥？你生日。夏薇薇说完又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随即你挂着诡异的笑容离开了病房。重新回到病房，你放女孩手机的时候，无意间瞥到了自己的名字。你好奇的打开，发现竟是记账本，里面记录着她母亲复查和手术需要的所有费用，最后加了一段文字，希望能早点治好妈妈的病，然后攒钱给陈峰买相机。我希望他能开心一点，他像一缕阳光照进我昏暗的生活，所以我希望他的脸上也能有灿烂的笑容。后面还记录着你爱吃和讨厌的东西。闲聊的时候你说过不喜欢吃鱼，不喜欢吃苦瓜，他全都记在了上面。此时你的瞳孔微微放大，眼睛有些湿润，你瞬间明白夏薇薇最近为什么总是这么忙。你不自觉地勾了勾唇角，再次看向熟睡中的女孩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夏薇薇睁开双眼，看到你站在面前，吓了一跳，看清是你的面孔才放下心，慢慢钻进被子里。你怎么没睡觉？你刚刚说梦话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我说什么了？你看着女孩笑了笑，继续睡吧，现在还早。女孩看了一眼旁边的折叠陪护床，你要不要来床上睡？闻言你顿时僵在了那里。你说什么？夏薇薇连忙解释，你别误会，我的意思是我在下面。你被女孩的话彻底整无语了，随即陷入了一阵沉默，然后给女孩剥了颗糖递到嘴边。夏薇薇呆呆地看着你，我乖乖的让你喂，你来床上睡好不好？我已经睡了很久了。你好笑的摊了摊手。夏薇薇同学，你要搞清楚状况，你现在根本没有讲条件的能力。女孩嘟了嘟嘴，乖乖张开嘴巴一口把糖吃掉，不料把你也咬了一口。出于本能，你立马把手抽了回来，没好气的甩着手。结果你抬头就看见女孩正满含笑意的看着你，片刻之后你才缓过神来，让我咬回来。夏薇薇连忙钻进被子里，害怕的恳求着。我错了。一时的放纵激动过后，属于她的理智和自卑很快将她重新包裹，让她无比后悔刚才的行为。少女脸颊滚烫，后悔的有些想哭。你发现少女的情绪不对，佯装哼笑一声，这次就饶你一次。随即说起了别的话题。夏薇薇的情绪慢慢缓和下来，见状你开口说道：“休息一下好不好？我会陪着你慢慢来的。”女孩抬头看向你，眼神里藏着一丝不甘。她越来越想早点按照两人的约定，抬头挺胸去面对生活。夏薇薇思考良久，小声的试探：“你为什么不生气？”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没有按照你喜欢的样子去发展。你努力同步着这个憨憨的脑回路，好半天才终于明白，没人有资格要求你变成他喜欢的样子，包括我。更何况我说的其实也不一定是对的，你只需做你愿意做的事情就好了。说罢，你走到陪护床前，睡吧，等你睡醒咱们就走。夏薇薇看着你的身影，双眸越来越模糊，心里说着：其实我愿意变成你喜欢的样子，这次没听你的，就是因为我想快一点到那个时候。几天过后，你在一家快递驿站看到了夏薇薇忙碌的身影，你远远的给她打了电话。喂，怎么啦？你顿了一下，突然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。女孩并没有催促，只是静静等着。片刻之后，你才缓缓开口：“你身体刚好一点，多注意休息啊。”知道了。说完挂了电话，随后你又给郑浩宇打了过去。2分钟过后，郑浩宇给你发来消息：1400，这是本校大学生兼职1个月的工资。你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要买购物车里的那款单反相机，他得干整整1年。你再次将手机贴到耳边，跟江超聊起了游戏制作的计划。画面一转，你和江超晃晃悠悠的走到宿舍门口，就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蹲在那里。秦梦雪听到声音站了起来，将手里的东西递给你：“我给你买了桃酥，你最喜欢吃的那家店的。”江超识趣的回了宿舍，你眯着眼看着对方，并没有接过去的意思，就吃2口，2口就好。秦梦雪近乎哀求的说着：“好吗？”她强忍着泪水，即便提前预料到这种情况，但此刻心里还是疼得像针扎一样。那个眼里只有她的男孩子，好像已经回不来了。你神情淡漠的看着面前的女孩：“算了吧，我刚吃饱，而且我不喜欢吃这个。”秦梦雪愣了一下，把有些颤抖的手藏到背后。可是你明明从小就喜欢的，你爱吃的东西我都记得的。闻言，你脸上扬起一丝复杂的笑意。你多想想，小时候我爸妈或者你爸妈买这个，谁吃的最多？秦梦雪垂着眼轻声道：“别再打扰彼此了吧，为了你也为了我。”说完，你转身朝宿舍走去，突然手臂被人拽住。我不要！秦梦雪彻底丢掉所有的骄傲，拽着你哭泣道：“求你别赶我走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从来没想过没有你的生活。”你轻叹一声：“回去吧，体面一点。”说完，你没再停留。秦梦雪愣在原地许久，缓过神来才转身离开。隔天下午，你和夏薇薇一起待在凉亭，认真的分析往年游戏制作大赛的数据。夏薇薇则一脸严肃的背着单词，看着一脸清纯的女孩：“你伸了个懒腰，你最近没有不舒服吧？”女孩摇摇头：“没有。”那就好，你再把自己垒进医院的话，看我怎么欺负你。夏薇薇突然想起在医院被投喂的情景，连忙摆手：“不会了，真的不会了。”下一秒，你从兜里掏出一颗糖，剥开递了过去。自从夏薇薇低血糖以后，你随身都会带着一些。少女死死闭着嘴巴，满脸通红。我自己来。女孩刚要拿手去接，不料你把手抽了回去，一脸严肃：“你是不是嫌弃我？”我没有嫌弃你。那你为什么不吃？因为……少女话说到一半，你又把糖递到她嘴边：“快点！”你在磨蹭，小心又被别人看到了。你这招已经用过一次了。夏薇薇一脸不屑，心里想着：我也是会变聪明的，好吧？但见你正板着脸看自己，她还是把糖含了进去。我就不该过来。林淼淼的声音突然出现，夏薇薇顿时整个人趴在石桌上，把脸埋进手臂里，只露出红透了的耳根。你看着眼前的少女，好家伙，敢不敢再可爱一点？
你看着朝这边走来的林淼淼小声说道：“你看被我说中了吧？下次记得动作利索点。”夏薇薇趴着连连点头。林淼淼坐到夏薇薇旁边，没好气的说道：“我为什么要过来掐柠檬？在宿舍看动漫不香吗？”她越想越气，自己这电灯泡也太亮了。过了一小会儿，夏薇薇终于坐直了身子：“你黑眼圈咋这么重？陈总真打算创业啊？”林淼淼突然大声说：“是啊，心累的不行。”旋即你惨兮兮的看向夏薇薇：“所以你能抱抱我吗？”啊！少女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怎么矛头突然指到自己身上了？啊什么？你敢不敢再憨一点？林淼淼愣了一下，连忙抱住夏薇薇：“我不在的时候你都对她做了什么？”你一脸不屑的看着她：“你不在的时候我可没这样，就是单纯给你看的。”随即你又补充道：“让你提前习惯一下，省得以后大惊小怪，这都是我的良苦用心啊。”林淼淼啐了一口：“我呸！别在这跟他受罪了，去我宿舍看我画画吧。”本来耷拉着眼皮的你，听到这话一下来了精神：“你还会画画？”夏薇薇小声夸赞：“淼淼画画很好看的。”给我看看。林淼淼立马打开手机相册递了过来，你看着林淼淼的插画，属于在视频网站发一下画画过程就会涨粉几万的那种。你来给我画几张游戏用的图，1个月1500。林淼淼一脸心动。夏薇薇知道你的预算是2000，但现在她实在不知道该帮谁，只能好奇的看着两人的反应，暗自想着陈峰实在是太坏了，忙起人来一套一套的。你又补充了一句：“一口价2000，但是要你加班的时候得随叫随到。”成交。林淼淼没有任何犹豫，两人笑着各自点头。你把食指放在嘴边，朝夏薇薇摆出一个虚的手势。谈好工作内容以后，林淼淼二话不说回宿舍了。你转过头看到夏薇薇正嘟着嘴打量自己，难道我总被你骗？你放心，骗她是为了廉价劳动力，我可舍不得换你来。我骗你顶多是想占点便宜而已，我是不是很诚实？闻言，夏薇薇呆呆地望着你，两人都很享受这样安静相处的时候。每当觉得累了，抬头就能看到自己想念的人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夏薇薇已经睡着了。你轻轻推了推她的肩膀：“我送你回家吧，在这睡等会感冒啊。”少女迷迷糊糊地揉了揉眼睛：“我不想回去。”为什么？女孩捏了捏手，嘴巴一张一合的，最终还是说不出口。既然你不想回家，那就去我家吧。闻言，夏薇薇怔了一下：“我要回家了。”你看了眼时间，你老实跟我走吧，等你到家就4点多了，睡不了多久就得过来。而且我估摸着你回去也不会老老实实睡觉，你绝对会给陈默备课。夏薇薇被看穿了心思，只能老老实实跟在你身后。你继续辩解：“清清白白的好朋友去对方家里睡个午觉，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也经常在江超家里睡呢。”于是无知少女就这样被你拐回了家。夏薇薇站在门口犹豫着：“叔叔阿姨真的不在吗？”你点点头，缓缓把门打开。放心吧，我都看我妈发的朋友圈了，他俩正在电影院过2人世界呢，晚上估计也要在外面吃。你带着夏薇薇走到陈默的房间门前，睡女孩子的房间你就不紧张了吧？少女颔首赞同，不料门怎么都打不开。你连忙给陈默发了消息：“你房间进不去啊，你锁上了。”对方秒回：“我锁门了吗？我靠，钥匙还真在我包里。”随即又发来一条消息：“那就没办法了，让薇薇姐去你房间吧。”你看着陈默的消息，立马反应过来，他怎么可能忘记锁没锁门？连消息都是秒回的，哪里来的时间找钥匙？心里暗暗感谢这个妹妹，以后她想要啥东西就给她买吧。随即你把手机递给夏薇薇：“还是去我房间睡吧。”少女突然有种进了贼窝的感觉，只能低着头往你房间走。此时她除了后悔和紧张，还多了一丝丝期待。你并没有发现少女的情绪，打开门靠到一边，让夏薇薇先进去。女孩走进去之后，看到了和自己预想完全不同的场景。就在她还在愣神的时候，你坏笑道：“跟我这比起来，陈默的房间是不是就像猪圈？”你刚想继续嘚瑟两句，笑容瞬间凝固。玄关那边传来了开门声，夏薇薇轻轻拽了拽你的衣角，委屈道：“我要不要藏起来啊？”你差点被自己的唾沫呛死。这憨憨怎么一紧张脑子就下线？没事，别慌，搞得跟我们躲房间里干了什么似的。你无语道：“刚才看到这憨憨紧张兮兮的样子，差点就被他绕进去。你先在房间里待着吧，我去看看啥情况再说。”说完便缓缓打开门，装作没事人一样走到客厅里。此时你烧的那壶热水恰好烧开，给了你一个出来的借口。你慢慢往水杯里倒了点热水，抬头看向玄关。此时的王小霞刚想低头换鞋，你连忙喊道：“妈，你咋回来了？”王小霞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，顾不上换鞋，就走过来，提着你的耳朵，强忍着笑意，没好气道：“还，你咋回来了？你多久没回家了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天天在家呢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”你连忙认错，揉了揉自己耳朵：“我这不是看到你发的朋友圈了吗？结果你突然回来，我担心你们吵架了。”你一脸诚恳地看着王小霞，表面一脸淡定，其实慌得要死。既然刚才没直接带着夏薇薇出来，现在就已经没退路，打死都不能被老妈发现自己在房间藏了个女孩子。王小霞揪完你耳朵之后，得意地走向自己房间，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。放心吧，我俩没吵架。我看电影的时候奶茶洒衣服上了，回来换身衣服。你稍微松了口气，虽然说你真的什么坏事都没干，但就是感觉刺激的不行。没2分钟，王小霞就换了条新的裙子出门了。你深深地吁了口气，还好老妈什么都没发现，也没注意到夏薇薇的鞋子。虚惊一场，你起身走向卧室，刚打开门就发现夏薇薇正坐在床边，怯生生地看着你。你拿起自己装着笔记本电脑的包就要转身去客厅。我去客厅接着查资料，你睡你的，把这个转2圈门就会锁上，在外面进不来。夏薇薇看着你捂着肚子的样子，柔声问道：“你不舒服吗？”你毫不在意：“没事，胃有点疼，吃点饼干垫下肚子，很快就能好。”你走出去后刚想关门，就莫名感受到一股阻力，一脸好奇的撒手，门便被女孩轻轻拉开。她
他额头抵在门框上，深呼吸了好几下之后，才终于开口：“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”你没有回答，只是伸出手用力捏了一下自己脸颊。我到底是用什么姿势睡的觉，才做了这样的梦？缓过神来之后，你强压下上扬的嘴角，轻声道：“你赶紧睡觉，我有经验的，吃点零食很快就能好了。”女孩再次固执了起来，她微不可见的嘟着嘴，抬头看着你：“给你煮碗面好不好？很快的，我做完立马就睡。”你有些无奈，心说你是怎么做到拿求人办事的语气来问这种事的？可以吗？或者你告诉我想吃什么，我都给你做，只要你肯吃东西就好。见你没反应，他继续恳求道，语气柔和又温柔，环绕在你耳边，久久未曾散去。你感觉自己拗不过他，只能答应下来，最多15分钟哦。不过你得答应我，做完以后立马老老实实睡觉。好呀。夏微微看着你，微微勾起嘴角，表示自己真的很开心。在你不断的鼓励下，她笑得越来越好了。女孩笑靥如花，水灵又清澈的眼睛里仿佛藏着满天繁星。你还没想好该说什么，就看到女孩拿发圈梳起马尾，缓步走向厨房。你感受着自己越变越快的心跳，心里轻叹道：“行吧，今天算你赢了。”你自然不甘心被一个憨憨搞得心跳加快，心里盘算着怎么找回场。你看着女孩轻轻摇晃的马尾，默默跟在了后面。只见夏微微走到冰箱前，手刚摸到上面就顿了一下，转过头看向你，小声问道：“我可以打开吗？”她觉得有点别扭，明明在自己家给你做饭的时候，心里是没有任何压力的，在你家就莫名其妙的什么都不好意思碰。你觉得好笑？你就算把我家冰箱抱走我都不介意。夏微微抿了抿嘴，没再说话，默默打开冰箱，看看能拿什么给你煮面。你想吃什么呀？她看了一会儿，继续问道：“都可以。”你依在墙边看着她，你没有一个劲强行拒绝夏微微做饭给你吃的原因，除了这憨憨实在是太坚持了以外，就是她做饭真的太好吃了，说不馋是假的。女孩点点头，伸手拿出了2个西红柿，你的口味她记得很清楚，现在冰箱里这些菜能做的只有西红柿鸡蛋面，你更喜欢一点。你见状也不再闲着，走进厨房里开始给锅装水，省得这憨憨等会自己搞着怪费劲。夏微微虽然身材很好，但还是很娇弱的，看起来就没啥力气，一推就到那种。等你看到锅里的水一出来，才连忙收回思绪，又把水倒掉一些，用不了这么多水的。夏微微语气很温柔的轻嗔道，她似乎连这都觉得浪费。好的，你说着就把锅重新放了回去，你快出去吧，你去趴会儿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她一边小声催促，一边鼓起勇气戳了戳你，结果她突然发现你的肚子戳起来感觉有点奇怪，于是她又呆呆的戳了戳自己的肚子。怎么了？你很是好奇的问道。夏微微很是不好意思的低下头，你肚子比我肚子硬一点点。你没忍住笑了笑，拉起自己 T 恤，露出腹肌，那不是很正常吗？我可是有腹肌的好吧？夏微微看到之后连忙转过身，一边觉得羞耻，一边又觉得自己转身转得太快了一点，以后哪还有这种机会啊？应该再多看一眼的。想到这个，她又立马红了脸，开始在心里谴责自己。你笑着轻拍2下肚皮，倒也没直接甩手走，而是坐到一边看着他。对了，你还没让我戳回来呢。你提醒道，快过来让我戳一下肚子。夏微微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不要。夏微微转过头认真做饭，不理你了。她感觉脸颊有点发烫，这种体质真的好讨厌，岂不是显得自己很好欺负吗？随后2人便安静了一会儿，没有再继续闹腾下去。不知为何，女孩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总是看得你心里暖洋洋的，有种难以言喻的心情，感动而又踏实。几分钟后，你轻声喊了一句夏微微。夏微微听到后再次转过身，身后的马尾也跟着轻轻甩动了一下。怎么了？你背影真好看，看一辈子都不会腻的那种。女孩听得一愣，赶忙回过身去，小声嘟囔：“流氓。”她嘴上这样说着，心里还是有点高兴的。其他男生夸她好看，真的会让她很害怕。她当初一个人在外面兼职，碰到过太多不三不四的人了，但是你说就不会，反而听得她心里美滋滋的。她看着挂面在锅里浮动，嘴角不禁再一次微微弯起。虽然被斥责了一句，你还是笑了笑。你实在太喜欢现在这种时候。厨房里只剩热水不停滚动的声音，2人就这样一前一后，无声无息的各自笑着。不多时，你猛然意识到，这还是夏微微第一次这样说你，忍不住开口问道：“你学校学的那么快，现在都知道骂我流氓了？等你以后学会冲我发脾气，可怎么办啊？”不会的，女孩立刻答道。不过这次她没有再转身看你，因为实在太害羞了，而她又觉得必须要让你放心，只能这样才有勇气说。夏微微把燃气灶的火关小，让噪音降低了一点之后，她深深低着头，又费了好大力气才终于小声的挤出4个字：“我舍不得。”